嗨，我是老板。之前我们拍过很多影片，都在教大家怎么列择偶的条件，怎么样去选对象。这集我们用换个方向来讲，就是不要选怎样的对象，可能对大家会有蛮大的帮助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追踪我们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好，我们这一集要感谢一位同学哦，他列出了非常详细的地雷列表，然后愿意让我们来做分享。我们把他的笔名打在资讯栏。然后这个列表虽然我们是要用女生的角度来看，但是男生也适用，请你看的时候主动把我们里面讲的男人转换成女生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第一点是已婚或有女友的男人。拜托，一大堆辣椒粉都说被已婚的男性追求，然后不知道该怎么拒绝。男主管、男老板、男上司，拜托，第一点就跟你讲了，已婚的男人不要碰，因为衰的一定是你。对啊，他回去正宫还会接受他，然后你呢就要赔钱了，还会被嫌弃，就苦的都是你啊，他只是出来玩一玩而已啊。第二个是有不良犯罪记录或有计划犯罪的男人。计划犯罪怎么发现？大家一定会觉得什么叫有计划犯罪？太夸张了吧？很多女生都发现男友有偷拍别人的行为，这不行。捷运上、公车上偷拍女生，在男友的手机发现，然后就说怎么办？我说当然是分手啊，怎么办？然后他们就会说，可是他就可能只有拍脚啊，或是只有穿牛仔裤的屁股，应该还好吧？那你还来问我？这就是有计划犯罪，或其实他已经在犯罪，对吧？对。然后大家不要想的是很大的事情，什么他要去抢银行那种，也不要看太多。像我刚刚讲的偷拍女生，还有些人会偷拿公司的财产回家，他可能偷个原子笔啊，偷个公司的什么东西，你就觉得没关系，对不对？这就是道德有问题了。天哪！他就是从这种小犯罪开始做嘛，那你怎么知道他有一天会不会偷一台笔电，会不会拿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或者哪一天就偷了3000块？这都是犯罪，不管大小，请大家记住，只要是犯罪都是有问题的，不要觉得这只是小事。就像刚刚女生会说，可他又没有，难道他要把人抓起来直接绑架勒赎，这样你才要觉得严重吗？他在公车上偷拍女生就是有问题了，这是有问题。对，好，这里就要注意了。或者有些人就已经会跟你讲他的计划。好，我曾经有个女生朋友跟我说，她发现她男友在计划要偷药妆店。偷什么？就是可能偷一些什么洗面乳啊，什么什么，他就是想省钱，对，就想要带着出去，然后把那个什么 BB 的东西撕掉，然后他就说怎么办？什么就说这种就是不要跟他在一起了，天哪，就是顺手牵羊什么这类的都是。之前影片也有拍过，我连随地乱丢垃圾桶都不行，我都觉得这个品德不行。对，有垃圾桶不丢，随便要丢在人家机车、丢在人家脚踏车的篮子，这个我一眼看到我就不行了。第三点，有政治或种族或性别偏激思想的人，这些大家自己去想的很清楚吧？或者是仇女的嘛、仇男的嘛、仇富的，有仇恨思想的、反社会人格的，都是交往后不懂得主动收敛跟异性保持距离的人，不行，是吧？好，那至于跟异性的距离，就是每个人自己程度的不同，这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标准，因为有些人觉得连讲话都不行，可是有些人觉得正常的接触可以，每个人接受程度不一样。对，那这个就看你自己的标准。第五点，在人生重大事件或对方重视的事情上说谎的人，例如人生重大事件，已婚不跟我讲，有生小孩不讲，有犯罪记录不讲。应该说我们的身份到了你应该要讲的情况，但刚认识暧昧是不用讲。可是我跟你交往很多年呢，然后才发现你已婚过，可是我们都论及婚嫁了，你还没有要讲吗？类似这个，这个是程度的问题，我们交往的深度的问题，或是都已经跟你结婚了，才发现你有前妻，这你没有要讲吗？你有小孩没有要讲吗？像这种啊，好，那对方重视的事情上说谎。这一点非常的好，我很重视的事情，而且你是知道的，结果你说谎。例如我超重视身体健康，然后你有一个重大遗传疾病，然后你就是故意不说。对，而且那个有几%的几率一定会。然后你明明知道我超重视，然后你还不说，或者是你搞不好不孕，然后我超想生小孩，然后你还不说，然后还结婚，就表示他是忽略你重视的事情，他只顾自己，这个就非常严重，不是那种小事情而已，是重大事情。第六点是对各种弱势或被害人有不当言论的男人，例如什么可能性犯罪被害人啊、身心障碍者啊、社会弱势啊，或是被霸凌过的人啊、家暴的被害者啊，或者是离过婚的人啊，产生很不当言论的人，真的有哦，很多，真的有。我光是公开我有离婚的这个事实，多少人到现在都会骂我啊！离过婚的女人不要讲出来讲什么啦，他用这种很不屑你的方式在讲你，好像你离婚有罪一样。离婚是一个这么浅的事情，他就这样子看不起你了。更何况他刚讲的身心障碍者、社会弱势，大家就觉得你好像有问题还是什么，会检讨被害人。对对，或是你可能是被性骚扰过，对，他就一直检讨你啊，这个女人自己怎样啊，什么什么啊，或者是家暴受害者，你明明就是受害的人，人家还说他自己有问题吧，不然怎么会被打，活该什么什么，诸如此类。只要对弱势或对被害者有不当言论的，你就要小心。然后这些事可能比较大条一点，我可以讲一个比较小条的，就是像我还没离婚的时候，我就很痛苦的一个情境是，如果去吃饭的时候，对方会对服务生或对点菜员很不礼貌。对，就是对服务业，就是一副我是大爷，然后很拽的样子。那每一次遇到那种情境，我都非常的痛苦，因为我都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但是对方就会一副那种为什么不行？目前是老大，就是那种财大气粗的感觉，就让我每次都很想夺门而出。像这个都是你对人不尊重或会践踏别人的行为的人，
都要远离。第7点，喜欢比较或散布八卦的人，很喜欢造谣生事啊，很喜欢制造对立啊，很爱八卦别人。你要发现一件事情，他在制造对立、制造仇恨，他唯恐天下不乱的这种人，远离比较好，不管男女。第8点，说话很大声，很喜欢用命令句的权威式男人。大男人主义好像都会很喜欢命令，那个去弄一下，没在听吗？有一些男人真的是这样子，他就是一直很权威式的去管理别人，他不可能跟你平起平坐的，他就是觉得他很了不起，他比较大啦，对，不然就用高压的，不然就是欺负弱小。他对可能男生也是这样，就是没在听吗？怎样什么，就动不动一直这种很有那种暴力跟胁迫的动作的，这个都很危险，要小心。第9点，喜欢指责另一半的人，不断的指责你，女生也是，我是不是前面的影片常都在说，不要一直碎碎念，不要一直命令式，不要一直指责对方，好好沟通，情商要高，都是一样的，不要只会指责式的做沟通，那你其实就是一直在骂他，一直在骂他，一直在骂他，所以男女都一样，只要他不断的指责你，你就要注意到，其实这个人不会沟通的，他只会骂人而已，他不会协调，不会沟通，不会说理，他就是只会一直指责跟谩骂。那你休想跟他有什么好的沟通，他休想跟别人有什么好的合作。第10点，在性方面不尊重界限或是不愿意负责的男人。什么叫不尊重界限？就是例如你不想做什么事，他硬要逼你做哦。在性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每个人愿意做的程度不同。那有些人真的会逼你，很喜欢逼你做你不愿意的事情，而且你越不愿意，他逼的时候他更爽。你就要注意到这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不尊重你。至于不愿意负责是，例如怀了之后，他不要，有些人就消失了。哇，一个是消失，好，然后还有一种是冷言冷语，对你态度就变了，希望叫你去拿掉，但是他的态度又很差。为什么你现在要呈现这种态度？就一副好像我错了的样子。上个月才有一个辣椒粉跟我说，他发现男友不愿意跟他讨论这件事，然后他的心情只是觉得我没有一定要生下来，可是我们可不可以来讨论我们现在要怎么面对？可是她男友就觉得我不要脸到我没有办法面对这种事情啊，就躲起来了，然后他就产检或什么都自己去，然后自己想说到底我现在要怎样，他就觉得他很无助，然后他就问我说该怎么办。我就跟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男人他很怯弱的躲起来了，他没有要跟你一起面对，那你要不要意识到这个人就不要再跟他继续了，就算你们前面多好哦，那以后其他人生压力怎么办？对啊，等于他碰到这种事情他压力太大他躲起来他让你丢你自己去面对这不是你也有份的事吗？我在干嘛？是你孩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不要再继续了吧，这问题有点大真的。好，所以像这种事情就是没遇过，你不会知道他是这样的人，所以这个都自己要多注意。第11点是只看外表就来追求，但是兴趣跟生活习惯跟你就完全不合的人，这个我就遇到很多。就是来追你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他多喜欢你，多喜欢你，可是我会觉得你根本不了解我，你是在喜欢我什么？你就会觉得你真的很莫名超奇怪。对，他就是可能看你外表，或者是跟你吃过一次饭，或者是可能跟朋友大对头出去，然后就开始说他很喜欢你。可是我跟你根本不熟，你到底喜欢我什么？我会希望是你跟我相处过后，然后你真的喜欢我的灵魂的人，我有什么特质吸引到你的人。如果只有遇到外表，然后你就跟我说你多喜欢我，然后有点过度投入了，我会怕怕的。不要想说哇，你看他就看到我就觉得我很美，他就很喜欢我，他说我很正，你就被冲昏头了。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他是有相处什么？他在喜欢你什么？对不对？所以大家自己要冷静一下，不要一下就晕船。第12点，知识水平、语言跟用词无法与自己互相理解的人。我们合拍指数那一集，我里面第一个就讲要聊得愉快，是不是文化水平、知识水准要在同一个 level 上？就是那一点啊。换个中文而已，完蛋了。就是你的用词跟知识水平根本不在同一个 level 上，你根本没办法聊天然后我在我为什么要离婚这一集里面，我也有讲到，完全无法沟通。同样一起看这部电影，他看不懂，我在讲的他听不懂，那这个笑点他 get 不到，就2个人的知识水平已经完全脱钩了，你不在同一个水平上，所以即便都讲中文，有一个人进度超前，另外一个人跟不上，所以你跟他会变成完全聊不起来。我在讲什么你完全听不懂，你到底要怎么爱这个人？对，所以我们在合拍指数跟为什么要离婚这个我已经讲过无数次，聊不起来。第13点，无业或过分依赖父母的男人，我讲过 N 次了吧？不管是妈宝还是过分依赖原生家庭，或者是无业。无业大家不要觉得说不行吗？如果他家很有钱，无业代表的是你无所事事啊，不是穷的问题而已，是你可以让自己这样没有要做事，这个心情我没有办法理解。你就算是家里很有钱，那你也要去搞投资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创业啊，或者是你可以去做什么，完全没有要做事，整天就花钱就好的人，我是没有办法欣赏的。就算你很有钱，我都会觉得你就这样吗？你人生就要这样吗？可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好，我就可以跟他一起当贵妇了，是吧？天哪！虽然他的原生家庭可能很好，所以让他有金山银山嘛，但本质上他是个废物
你理解吗？不会，其实他什么也不干这我没有办法欣赏。他真的只有吃，这就是本质啊，对啊，所以我说要看本质啊，本质是个废物啊。第14点，卫生习惯超糟糕，或者约会的时候打扮很随便的人，其实我们之前有讲过，卫生习惯很不好，或者是有很严重的气味，我没办法接受，或者是指甲超脏什么的。但是约会打扮随便呢？可是我觉得这是什么？这个随便到什么程度也是有定义之差啦。对，那他可能讲的随便是指你就真的超随便，不在意这场约会的感觉。对，他不重视你，也不在乎你，甚至他没有社交礼仪。他真的会穿拖鞋去餐厅，然后还要跟人家吵架的那种，或者是你看疫情的时候，有些人死不戴口罩，在公车上面要跟人家吵架，就是这种你基本的社会礼仪都没有的人，然后你还要硬吵说这是我的自由的那种人，你有没有一点公共卫生的观念的人？所以说打扮很随便也是一种，你不要太没有礼仪嘛，你就是真的一定要穿球裤、短裤、夹脚拖去吃米其林吗？然后人家不让你进去，再说人家看不起你，然后摔盘子吗？这种麻烦是自找的，你不遵守人家的规则，那不然就不要去。所以这个可以放到这些细节来看。第15点，当另一半受苦的时候会很冷漠，或者是就会说你想太多了啦的人，男女都是。当你遇到什么事情很困扰，然后你很难受，即便他觉得是小事的时候，他能不能注意到？可是对你就是很严重，那我是不是该陪陪你？提供你一些情绪价值，而不是你想太多了，这种小事你干嘛要这样啊？他看不起你，他没有要跟你站在同一个阵线，然后他也没有要关心你的感受。我讲一个例子，大家才会懂。他妈妈不喜欢你，或讲了什么的时候，你就说：“你妈是不是不喜欢我？我这样你妈是什么？”他就说：“你想太多了啦，是不是？”或者是跟他朋友出去聚会，然后你说：“那你朋友会不会什么什么？你想太多了啦，什么？你只要讲什么，任何你的想法，他都给你一句你想太多。”好烦哦。他没有要理解你，没有要听你诉说，没有要关心你，其实都是表示他没有真的要跟你心灵交流嘛。第16点，无力自主生活的人，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不独立的人，例如什么不会打理自己的3餐，不能处理自己的衣物，然后无法打扫自己房间，甚至不会更衣穿鞋的人，真的有，真的有。我们之前看新闻有看到有一个20几岁的男人，他还在他妈妈帮他剪指甲，好扯哦。还有遇过面试还有妈妈带来的人，然后妈妈打来问说：“请问我儿子有上吗？”好扯哦，是不是很扯？然后确实有很多人到现在还在妈妈洗衣服啊，真的啊，20、30岁，尤其是住原生家庭的，甚至有人住外面的宿舍，然后妈妈每个礼拜要去跟他收脏衣服回去洗，然后弄好再回来给你的。还有妈妈要去帮他打扫宿舍的，对不对？然后妈妈要来倒垃圾，然后帮他都弄一弄，然后1个礼拜来扫一次，很像钟点。刚刚讲的说不会料理自己3餐，不是指你要很会煮饭哦，是你会不会买个饭、点个外送、泡个面都不会的人啊？好废哦，真的有，好就是可能是妈宝，或者是他就是很不独立嘛。那女生也是没有男人你会饿死一样。没有男友没有脚一样，这种女生也是要远离啊。我之前有听过一个女生，就是她吃饭，他们要帮她点好，然后来她家帮她把东西摆好，然后等她拆开，再帮她收好，对，然后她再回家。这个男生是疯了吗？真的是疯了。对啊，你再找个人来伺候，你疯了哦。所以这种生活无法自理的，真的都要小心，因为你实在是给自己找麻烦。第17点，在金钱上过分节俭或过分浪费的人。过分节俭跟过分浪费都不是好事，因为它是2种极端。所以也不要觉得节俭到不行就是好事，然后也不要觉得有钱很奢侈乱花，你就可以跟他过好日子。这2种都是金钱观有点问题的人。因为我们应该是该用则用，该省则省的。可是他如果两边的极端，可能会制造很多的危机，这个都要自己再多想一下。18，同时追求多人或性开放的男人，然后他特别补充一下说，我是尊重个人的性观念啦，但是以我自己的爱情来说，这是观念不合。就像很多的辣椒粉也曾经跟我说过，说男友直接跟他说想要开放性关系。什么叫开放性关系？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制约，我可以随意跟别人干嘛，但我跟你还是男女朋友。可是我跟别人是会做这些事的。这就是一个很开放式的关系，这样子。对，那这个就是看你们能不能接受嘛。因为如果2个都能接受，那就没差，各玩各的嘛。对。可是如果有一方不能接受呢，很痛苦，那就是观念不合，就不要在一起。但是非常多的女生竟然在考虑要接受。不然干嘛来问我？来问我就是说怎么办？男友这样讲，那我该接受吗？我想说为什么你会考虑接受呢？因为如果你很 OK， 你就不会来问的啦。因为你可能也是嘛。可是很多女生是在男生这样讲之后，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接受？她在犹豫。对，因为她怕失去对方，或者是会怕是不是我不够开放。我是不是很保守，会被人家嫌弃啊？所以是我不懂吗？我拜托不要再自责了。哇，观念有很多种，去找跟自己观念不要逼迫自己去配合对方，然后还觉得是自己有问题，这就是不适合而已。19，有性病却不愿意告诉另一半的人，这个一开有点听不开。这个刚刚小编看到说怎么可能？哪有这种事？我就突然跟他们说，怎么会没有？你们都没听过而已。我听过很多人，老婆一直在感染一些东西，后来才发现是男生都会去酒店然后就有一些特殊的习惯，然后都带这个病回来，这个正宫就不断的感染一些很麻烦的东西，然后觉得很痛苦，后来才发现老公在外面很乱。
都不讲，他是不知道的，他是去检查出某些东西才发现我怎么身上会有这个，因为他很单纯。然后医生就说要不要问问你老公？天哪！然后老公去检查就发现好多东西，好脏。太坏了，太坏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的非常的细节，大家花一点时间听。第20点，张字不离口或喜欢摔东西的男人，这个有点暴力倾向。我之前书里面有写到说，有一个朋友是她看到她男友会掀桌子，然后捶墙壁，决定要跟他分手，因为太恐怖了。所以更何况是这种会摔东西、会暴怒的。这个我之前也有说过，车品不好，急踩刹车或是急踩油门的，这种都是情绪会失控的人。女生也会哦，会跳车，天哪，好恐怖哦！或者是女生也很多会摔东西，气到不行，吹风机直接丢你脸上，她整个可能这边就流血，或者是摔花瓶了。那如果是男生可能忍耐很久，然后爆发出来摔东西，这种算吗？我都觉得会爆发到摔东西，就有可能演变人身攻击。情绪管理有问题。对，因为他就是其实他就是情绪管理有问题，不是摔什么的问题。哦，因为你可以很气啊，气到冷战啊，夺门而出啊，3天不理你啊。可是你会摔东西、捶墙壁、掀桌子、打你一巴掌或踩油门，这个就会觉得有比较严重的问题。你怎么知道他下次丢过来是什么？或者是你这一次丢吹风机对他，你会不会不小心丢一把踩到？很恐怖。你不知道，因为你太气了，因为你控制不了自己。所以这个点要看的是他是否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非得摔东西或丢东西。那女生也是，我刚刚讲的女生会跳车，也是很恐怖。就是你气到你男朋友在高速行驶的状况下，你跳车。大家没有看过新闻吗？会趴在车子前面阻挡对方，然后对方还踩油门，上演那个马路情侣秀，有没有？8点档有没有？然后抓他的雨刷，对不对？然后还敲他玻璃，他还开。卢老板不是之前也讲过，我被倒车冲撞过，都是一样的问题，情绪管理有问题。那你的生命会有安全问题，这种人一定要远离，太恐怖了。第21点，在自愿的性行为之后，喜欢拿钱或拿礼物打赏伴侣的男人，我希望女生看到这里不要觉得很开心哦，好啊，最好买一个名牌包给我，送个礼物给我，这个叫交易耶。对啊，你要感觉到，等一下，你们明明是两厢情愿的发生关系，他却在发生关系后一定要打赏你，包个红包，或是要带你去买个东西，他不觉得跟你之间是用爱情在谈恋爱而发生关系，而觉得我要买你的感觉，或者是我要弥补你，所以我才要给你一点什么。所以他就要带你去吃大餐，或带你去买包包，或者是就给你一些钱，跟你说让你去买点喜欢自己的东西，就是这种打赏的行为是很不尊重人的，也等于是告诉你这是我买的，所以理所当然你要做点什么咯。那下次也是咯，你们的关系会变得不是爱情啊，你们很快就会变成 Sugar Daddy 了，对吧？就会变包养了嘛。很多女生可能会想不透这一点，因为可能会觉得啊，反正我本来就心甘情愿啊，那又有东西拿，那好啊，那你就休想有得到什么尊重跟什么同等的爱的付出，就不是这种东西，你就不要用恋爱的心情去想这段关系了。第22点，有物化伴侣言论的男人，我发现不管男生女生，其实都很容易会物化别人或物化女性。例如有一对男女如果在吵分手，然后如果男生跟女生要送你的东西或多少钱，或是我帮你出了房租还我，然后就会有人说那几次要不要跟你算钱？不然一次跟你算3000哦，你可能要给我多少万呢？这就是一种物化，跟上一点是不是有点像？就是你为什么要自己把你们的关系变成那样呢？我们也经常听到，不管男生女生，可能都会说什么哦，多少年青春在这个男的身上，然后要这笔钱不为过吧？1年才多少而已就是会把一个人无价的这些东西，把它换成有价的。例如你的青春、你的年限，把它换钱的；你的性行为拿来换钱的，或者我对你的爱要拿来用钱换的，或是生一胎给你多少钱？生个小孩为什么要算钱？对啊，我不是心甘情愿跟你结婚、跟你生小孩的吗？为什么要算？你一胎应该要给我300万，这就是一种物化。所以你是生小孩机器哦，给你除值啊，你就生一个，是吗？那所以他就会理所当然砸钱在你脸上，可以叫你做任何事哦。所以女生注意，也不要物化自己，不要以为这样很高尚，讲起来有时候很帅啦，其实是最贬低自己的一种行为。所以千万记得不要拿自己的青春或生育年龄或生理条件去换钱。我们这一集讲非常深，很多道德品性的东西，拜托大家很细。这就是我一直在说要观察一个人的灵魂，可是每个人都说怎么观察啊？就这些事啊，不然你这些事情不管怎么发生，你都觉得哦，就是事情而已，就是一件事，然后你都对应不到，这就是品德有问题。你跟一个品德到处有问题，全身上下品德都有问题的人在一起，你要怎么多幸福？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点，最好避开这些坑，然后大家可以细细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好观察别人的方式，然后也确实以我自己走进过婚姻，然后觉得这个人很不 OK 又离开婚姻的这个过程里面超多点的，真的是太准了，希望大家拿去参考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追踪我们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